大家好，宠粉的姨太又来了，懒觉还没睡够，假期就悄悄结束了。7天的小长假怎么也过得这么快呀？打工人开工快乐！这次春节小长假，姨太最大的收获应该就是攒了不少肉肉。不对，口误了，是愉快的看完了所有的春节档电影。刘德华、肖央、万茜的人潮汹涌，杨幂、雷佳音的刺杀小说家，哪吒重生、弑神令我都没放过。同期的还有一部《熊出没·狂野大陆》，已经过了那个年纪了，这部就跳过吧。在这些春节档电影里，姨太感触最深的还是《唐人街探案3》和《你好，李焕英》。唐探几乎是每年春节档的重头戏，气氛热闹闹的，喜剧、推理、动作、惊悚什么元素都沾一点，最关键的是没有弄哭你的风险。有选择恐惧症的集美完全不用发愁，盲选都 OK。再加上第一部和第二部积累了很高的国民度，王宝强、刘昊然的路人缘也是没得说，所以唐探绝对的贺岁档首选。毕竟春节嘛，还是要欢欢喜喜、高高兴兴的。而唐探也一再证实自己的贺岁档地位，上映首日票房就突破10亿。大年初六，我还特意看了下票房，破35亿，喜提唐探系列最高票房。春节档电影总票房突破75亿，单唐探3就占据半壁江山。这还是在多地电影院关门、座位受限的情况下，国民度完全没得说。王宝强的叽里呱啦，刘昊然的结结巴巴，还有他们在破案中穿插的趣味打斗和年代金曲，完全就是春节标配，随便拎出一段都能笑出眼泪。可能是因为我天生笑点低，反正前期的笑点真的很足，整个案件也很容易理解，喜剧效果加搞笑配乐还挺有看头。王宝强完全就是全片的搞笑担当，唐人晕船那段真的超级好笑。不过姨太觉得最有趣的还是验尸房那段，秦风和叶天浩证据不断翻转，秒回最强大脑现场，这样的设定很符合贺岁片。如果深究逻辑，那你就输了。说到这儿必须补一句，秦风叶天浩真的太好磕了，简直配一脸嘿嘿嘿上头了。除了这一对，长泽雅美小姐姐真的惊艳，颜值也太能打了吧，连姨太都看直了眼。这里强烈建议唐探3直接改名帅哥美女联盟。如果说唐探3是一部标准的贺岁片，那李焕英就有点催泪炸弹那味儿了。讲真，看到贾玲加沈腾的组合，姨太第一反应就是喜剧，毕竟他俩是长在我笑点上的人，每次合体都能引发爆笑，光是王牌对王牌里的互动就笑到不行，到了这部电影里也没能例外，前100分钟时不时就来个笑点暴击，我都快笑没了，前排的笑声至今还在我的脑子里回荡。本来以为就这么欢快的结束了，没想到后20分钟我直接哭惨。现在印象最深的就是前1秒还在大笑的前排，后1秒就静了声。再听到我的女儿，我就要她健康快乐就行，我直接泪目。她妈妈真的好懂啊。后来这句话能刷屏，自然也没什么好意外的。还有最后那段里，满是女儿对母亲撕心裂肺的想念，这种笨拙的掏心掏肺，泪点多高的人都扛不住吧。其实这部电影的故事很简单，姨太给看过的来个复盘，没看过的稍微剧透下。影片主要讲了48岁的母亲李焕英意外离世，没有机会见证女儿的成功，而作为女儿的贾玲为了弥补这份孝心，穿越到过去与母亲相处了一段时间。说起来，这部电影是贾玲执导的第一部电影，母亲离世也是发生在她身上的真实故事，她把自己的故事搬上了大荧屏。在这之前也用小品的形式搬上过舞台，但小品确实没有电影来的感人。不过她是真的很厉害，第一次拍电影就成就了3个人。影片上映期间，张小斐毛衣、张小斐演技、张小斐的那句我宝频繁登上热搜，话题讨论度居高不下。姨太也跟着热搜凑了个热闹。原来张小斐毕业后的梦想就是做一名电影演员，但她的星途似乎不那么顺利。机缘巧合之下，和贾玲一起演了小品。现在到李焕英才实现了电影梦想，贾玲还真是她的贵人。不仅如此，贾玲还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的2个第一，一个是用上映6天票房破26亿，超越赵薇、刘若英，登顶中国电影史票房最高的女导演。贾玲一个是用破185亿票房，超越吴京、黄渤，登顶中国电影史票房最高的演员。这样的战绩放在一个新手导演，一部之前不被人看好的小品改编电影上，真的是奇迹，估计连贾玲自己都没有想到吧。
这样一部影片能在其他春节档电影中强势突围，迅速收割《唐探3》之外的票房红利，甚至成为票房黑马，以单日5亿票房实现逆袭，成为春节档最佳口碑电影。完全就是现实版的逆袭剧本吗？目前李焕英的势头依然高涨，口碑不断攀升，以高达41%的排片率拿下春节档第一，一举逆袭《唐探3》，实现口碑排片的完美对调。这两部影片的心外比拼似乎也很有看头，而且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未来你好李焕英的票房还会持续上涨。根据相关数据平台提供的资料，这部电影预测总票房会达到52亿，极有可能超过《唐探3》。除了这两部票房担当，刘德华、肖央、万茜的人潮汹涌也很值得一看。这部影片是春节档里唯一一部围绕普通人展开的热血励志电影，它是饶晓志导演继《你好，疯子》无名之辈后的第3部电影作品，与无名之辈一样，里面有不少片段单拎出来非常精彩。肖央在废弃剧场里的独角戏，刘德华失忆后木着一张脸找记忆的反差萌，刘德华与刘天佐火锅店飙戏，今年的港片味道一秒上头。有一说一，尽管演员演技在线，但有些混乱的剧情直接拉低了整部影片的观感。后半段从找孩子开始，人物动机与人物行为就混乱不堪， bug 一堆，最后还是来了个强行大混战，强行升华。仪态前半程还能哈哈大笑，后半程内心毫无波澜。要是不带无名之辈的滤镜，单纯当个喜剧片来看，绝对没什么问题。要是较真，那就……最后小声嘀咕一句，饶导咋那么爱拍群殴啊？如果说前面几部电影走情感喜剧路线，那哪吒重生、刺杀小说家、弑神令就是漫画特效风了。虽然有周迅、陈坤、杨幂的加盟，但仪态还是喜欢喜剧温情路线。对于后面这3部影片，大家还是对号入座吧。最后说回春节档，历年的春节档都是国产电影市场上竞争最为激烈的时期。经历了上一年的缺席后，电影市场春节档强势回归，并且向市场证明，纪录就是用来打破的。截止2月17号下午2点，春节档影片总票房突破74亿。把2019年的59亿票房纪录远远抛在了身后。丰富多元的影片供给、就地过年的倡议、观影的社交需求等因素，共同促成了票房大爆发。这一波狂欢从大年初一就开启了，7部电影当天吸引全国3400多万人次走进电影院，单日17亿的票房成绩刷新中国影史的历史记录。这样的成绩既是偶然，也是必然。不过之后要想复刻今年春节档电影的盛况，还得从电影本身下手，毕竟故事好看才是关键。就好像那部小成本的李焕英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，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，四姨太会每天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